怎样在英国做川味的火锅，就地取材，一步一步教你来。首先我们来调酱料，这里我们用的是花生酱，是里面不带颗粒的那种花生酱。我曾经尝试过用芝麻酱来调，但是后来发现好像花生酱的效果更符合自己的口味。一般来说，花生酱只要室温保存就可以了。水呢，要一点一点的往里加，用室温凉水就可以，不用加热水。花生酱的特点是，当你加入少量的水，然后搅拌的时候呢，它会变得比较稠。一开始显得好像它反倒变干了，但是不要紧，继续加水，继续搅拌。经过反复的搅拌，多次少量的加水，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丝滑，成为比较合适做蘸料的这个调配品。多搅拌一会儿，慢慢的就会变成这种状态，这样呢基本上就可以了。下一个步骤也很简单，就是把豆腐乳连汁带豆腐块一起倒入碗里，把它呢搅碎，搅拌均匀。在这里豆腐乳呢要选择那种中国超市里卖的玫瑰乳，我觉得口味是最好的。下一步是蒜，这是蒜蓉，已经用蒜荚把它夹碎了，然后呢往里添加适量的芝麻油，也就是香油，拌匀备用就可以。好，这就是3样蘸料的主料就完成了。这是事先炸好的辣椒油，下面是肉，肉是冻过然后又解冻的羊的里脊肉。这种肉呢，它的肥瘦搭配很适合用来做火锅，肉质呢也非常的嫩。把它切成1至2毫米薄厚的肉片。由于肉是冻过的，所以呢可以切的相对来说薄一点，而且形状也很规则。当然刀要磨得快一点，我发现切羊肉好像比较粘刀，有的时候。这样呢，一条羊里脊，它的刀工就完成了。把它盛在盘子里，一起备用。下面准备一些萝卜，这是多种蔬菜中我比较喜欢的一种，把它切成滚刀块。我发现这种形状好像涮起来比较好吃。这一盘蔬菜就是我准备煨一会儿火锅一起下入。这是豆腐，在这里买的豆腐呢，要把它的水分挤出来，因为豆腐里面有很多小孔，它一开始泡在水里，把它挤出来呢，下入火锅，它就更加的入味儿。这些是锅底料，把姜切下2块，拍一拍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只鸳鸯锅，我们在里面先放一点八角，也就是大料。
姜，在其中一边倒入辣椒，这边是辣锅，另外一边是不辣的。这些是青花椒，也叫麻椒。倒入一些食用油，两边都要有一些。开火加热，这个时候呢，看已经开始冒油泡了，就可以加入一些蚝油，在辣锅里边。当然，另外一边也可以加，但是这次呢，另外一边的锅里面我们就把它省略掉也是可以的。最后加入一些辣椒粉，辣椒粉呢会给这边辣锅呢增添更多的颜色和更多的辣味儿，然后把它用筷子搅拌一下，炒出香味儿。火不要开得太大，中火就可以了，不然呢辣椒会糊掉。最后放上2片香叶，一边一片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现在把锅拿到电磁炉上，加入已经烧开的开水，这就是我们调制的火锅汤了。然后开大火把水煮开。首先呢，下入羊肉。我的习惯是一次性的把这些羊肉都下在锅里，因为这样最后羊肉会很有味道。这种羊肉呢，也不会因为在锅里煮制的时间太久，变烂掉或怎么样，所以我可以把它一次都下进去。这样的话，之后再下进去的所有的食材呢，就都有了羊肉的味道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是把羊肉后下进去也可以，这个都是个人的喜好，并没有一定之规。当然要把羊肉片呢都把它散开。萝卜要先下，因为萝卜比较耐煮。当然还有蘑菇，所有你喜欢的东西现在都可以放进去。我个人的喜好在火锅里面需要很多的蔬菜，其实呢肉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的多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当然还有豆腐。豆腐和萝卜可以在锅内多煮制一些时间。这时候火锅的香味儿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，但是还是要盖上锅盖，把它
彻底煮沸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制自己个人的蘸酱料，调制好的花生酱、腐乳。花生酱里面没有盐，所以呢，腐乳我可以稍微多加一点。蒜泥，还有事先炸好的辣椒油。好，现在已经煮开了。火锅面也是我们很喜欢吃的，这次用的是一个台湾生产的一种被称作刀削面的面条，这种面呢也是比较耐煮，而且经过煮完之后呢，仍然很有筋道，面一块。进一步的把这个锅煮沸一点，锅里面的大部分食材呢，已经马上就可以煮熟入口了。最后的效果在碗里是不是很漂亮？现在就可以享用了。